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，我是李牧阳。因为中共隐瞒真相而导致全球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，重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医疗强大国家。但是中国近邻台湾却成功地抵御了病毒的侵袭，堪称是典范。台湾防疫成功被世界所瞩目，所以呼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呼声越来越高。特别是临近世界卫生大会的召开，美国更是力挺台湾参加。美国一系列的举动当然让中共相当不满，又是抗议又是反对，甚至还有五毛发出战狼言论，说趁美国军力收缩之际攻下台湾。不过呢，被视为中共军方鹰派代表人物的退役少将乔梁，前天就是5月4号突然转调了，承认台湾的问题本质是美中问题，美国有干涉的实力，不可轻率梧桐。昨天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表示，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，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，是可靠的盟友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当中，奥特加斯表示，美方将会继续和台湾紧密合作。美国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他们如何应对中共病毒大流行。他指出，台湾很早就知道要小心谨慎，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共的信息持怀疑态度，所以很早采取了行动。当台湾决定重新开放的时候，美国也会关注，向他们学习对这种大流行的最佳做法。他说呢，这是朋友和合作伙伴之间会做的事儿。他说，美国也会继续呼吁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。他说，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和允许台湾的观察员地位，世卫组织不应该忽视台湾。奥德加斯说出了台湾成功抗疫的实质，就是出于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共的不信任，促使他们不得不格外小心应对。台湾在第一时间关闭了与大陆往来的交通运输，避免了病毒输入。整个疫情期间，台湾没有封锁城市，商业和学校一直在开放，体育比赛也照常进行。但是台湾仅有几百人感染中共病毒，其中只有6人死亡。到目前为止，台湾已经连续20天没有发现新增病例。自己成功防疫的同时，台湾还向世界其他国家赠送了1700万片口罩，这样的成绩让西方国家都心悦诚服。进入5月，美国频繁发推加大支持台湾的力度，并且加上了为台湾发推台湾模式这样的标签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转发了相关的推文。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推文表示，加入我们为台湾发推，让台湾参加即将来临的世界卫生大会，分享打击中共病毒疫情的非凡专业。全世界需要台湾来一同对抗中共病毒疫情，告诉世界卫生组织，现在是台湾的声音被听见的时候了。另一则推文说呢，让台湾被允许与世界各国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的承诺，难道是过分的要求？这个世界会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和威胁吗？昨天，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，目前还没有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，但是会继续努力争取。他重申，台海两岸互不隶属是事实也是现状。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，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能在国际社会代表台湾人民。他呼吁世卫组织摆脱中共政府的控制，让台湾全面参与对抗中共病毒疫情，不要让中共的不当干预成为全球团结抗疫的阻力。消息人士前天对福克斯新闻透露，川普政府正在传阅一份计划草案，内容是支持台湾参与世卫会议，限缩中共的影响力，同时对世卫组织进行惩罚。美国力挺台湾的力度，这个是越来越大，这使中共非常不爽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，台湾事务属于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部的势力干涉。中共官媒接连多天都谩骂美国官员，还有不少小粉红和五毛也跟着起哄，纷纷发出武统台湾的论调。网上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在疫情之下，美国已经手忙脚乱了，军力正在收缩，现在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短暂试窗期。不过呢，中共军方鹰派代表人物曾经与人合著《超限战》的退役少将乔梁一改过去的强硬论调，前天首次公开承认，台湾问题不只是中国的内政，而是美中关系问题。他说，不管中国怎么强调台湾问题属于内政，但本质上仍然是中美问题。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，他说不在于怎么解决台独势力，而是要先解决中美实力对比。因为台湾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两岸，而是取决于美中关系的变化。乔梁表示，疫情之下，美国的军力收缩，貌似出现了武统台湾的短暂空窗期，但是
除非美国因为疫情就此倒地不起，否则抓住一个战术视窗还不足以解决日后面对的战略困境。在乔梁看来，中方存在着2大困境，困境之一就是美军有干预并且解决台湾问题的实力。如果攻打台湾，美国可能不会直接武力干预，但间接干预肯定会有。美国可能会联合西方国家封锁制裁大陆，利用它海陆空的优势，掐断大陆的海上生命线，使大陆制造业所需要的资源无法输入，所产的商品无法输出。同时还可能通过纽约和伦敦2大金融中心掐断大陆的资本链。困境之二是，两岸一旦开战，资金会全部撤空，企业也会全部关门。就算是武统了台湾，中共将会注入多少资金重振经济，将投入多少人力去管理社会，代价和成本可能会拖垮复兴大业。他表示，一切必须给复兴大业让路，包括台湾问题的解决。作为中共强硬派的代表人物，乔梁的这番话似乎透着无奈。不过他也说了一段充满杀气的话，他表示，在不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也是错误的。在美中决力分出高下之前，就算等到猴年马月也得等。他表示呢，一旦有了实力，美国没法介入，收复台湾如探囊取物，是看谁敢做绊脚石。乔梁最后这段话表明了中共仍然是野心不死。不过呢，中共真的要硬攻台湾的话，3大因素将决定着他会把自己毁掉。第一个因素就是美国频频挺台。昨天，美国核动力航母里根号正式出海了，这是自去年11月返港之后，时隔半年重返太平洋。这就意味着，因为官兵染疫形成的军事收缩已经过去了，西太平洋仍然恢复2艘航母并驾齐驱的局面。同一天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记者会上表示，中共趁着世界聚焦疫情之际，采取了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。为此，美国海军上周在南中国海2度实施航行自由行动，这是为了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信号。他说，一方面，中共加强散布虚假信息，试图嫁祸于人，提升自己的形象；另一方面，中共的军队在南中国海气势汹汹，包括威胁菲律宾1艘军舰，撞沉1艘越南渔船，威胁其他国家不要从事海上石油与天然气开采。1天前，国防部长还说，针对中共军队的南中国海行动，美军印太司令部加强了应对的力度，加快了美军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节奏，包括在水上、水下和空中的行动。埃斯珀说的这个美军加强了应对力度和节奏，应该包括2架 B-1B 飞机飞临台湾外围这次行动。前天，美国2架 B-1B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长途奔袭，从美国本土空军基地直飞台湾的外围。这个举动，外界普遍认为战略象征意义非同寻常。这是 B-1B 超音速战略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台湾的外围。说是台湾的外围，其实对中共来说，这个 B-1B 就是在中共的家门口在溜达，胜似闲庭信步。美国的这个动作等于是在警告中共，不要轻举妄动。美国保护台湾的决心非常坚定，只要攻打台湾，美国就会有相应的动作。B-1B 到家门口来示威的同一天，乔梁恰好就说出了上面刚才的那段话，说如果武统台湾，美国肯定会干预。这是巧合吗？还是在美国的武力威慑之下不得不放软呢？第二个因素是面临着全球调查。昨天，川普飞到了亚利桑那州去参观一家口罩工厂，这是疫情爆发之后的几周当中，川普第一次离开白宫。临行前，川普表示他们生产的口罩很好，他还表示美国的工厂不会生产没有用的口罩，像一些人从某些国家那里得到的那些口罩。只要最近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都清楚，川普对口罩的这个评价是有所指的。之前有很多国家从中国大陆采购了各种口罩，但是其中很多是不合格的，没办法使用。此外呢，多个国家也从中国采购了核酸试剂盒，合格率非常低。救命的医药物资出现这么多问题，不能不让西方国家产生怀疑，中共是不是别有用心呢？更让西方国家严重质疑的是，中共对疫情的隐瞒等同于是有意让病毒扩散到世界。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讲个笑话，前不久马云捐赠了2万个试剂盒给坦桑尼亚，但是路透社3号报了这么一个消息，
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夫利对事迹提出了质疑，他让人随机抽取了几份非人类样本，包括从一个木瓜、一只山羊和一只绵羊上采样，并且还标上了相关的资讯。检测结果是，山羊和木瓜都被检测呈现阳性。这个消息是中国的官媒《环球时报》爆出来的。这一切问题，中共都在面临着国际调查。对于病毒来源，美国3大情报机构正在进行调查。川普政府也频频向中方喊话，要求允许国际独立调查病毒来源。继美国之后，欧盟和澳大利亚也开始向中共施压。昨天，欧盟工业委员布雷东他表示，欧盟没有轻信中共有关疫情的信息，绝不幼稚。上周，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他表示，需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独立调查。德国外长马斯前天表示，全世界都希望弄清这种病毒的确切来源。据报道呢，澳洲总理莫里森已经写信给20国集团，要求评估中共病毒源头和有关政府处理疫情的方法，并且表示澳洲会和美国合作，一起调查病毒来源。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前天表示，关于病毒的起源和传播，中国需要进行回答。第3个因素呢，就是战狼惹反感。今天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了美国副国安顾问伯明前天的演讲。他批评伯明不懂5·4精神，对中国抱有强烈的偏见，并且还指责美国想在疫情问题上向中国甩锅、霸凌中国等等。这次疫情从开始到现在，中共不断变化它的宣传模式，各个战狼也是主动出击，打起了具有攻击性的信息战。从元旦训诫8名包括李文亮在内的散布谣言者，到3月赵立坚造谣说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武汉，再到驱逐3家美国主流媒体的驻华记者，从最初对内虚假宣传，逐渐变成了对外散布疫情虚假信息。长期以来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大外宣的印象，通常就是唱赞歌，竭力的赞扬中共模式的优越性和中共领导人的决策英明等等。但是这次疫情让西方社会意识到了中共的大外宣具有攻击性。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扎克·库珀在昨天的研讨会上表示，中共大外宣正在发生巨大转变，不光是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，而且开始抹黑其他国家和制度。他指出，从去年攻击支持反送中的美国居民，影响舆论导向，到今年疫情的大肆散布虚假信息，中国的攻击性越来越明显。目前已经有10几位中共大使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病毒起源的阴谋论，包括美军播毒、美国和意大利疫情早于中国等等。台湾国防部前副部长林中斌对自由亚洲表示，中共国防大学的戴旭前几天曾说到4个没想到，其中一个没想到就是在这次疫情之下，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，而且在疫情之下，连瑞典、捷克都跟中国的关系恶化，已经说明整个世界都在反感中共。时事评论员兰树表示，中国在这次疫情当中的表现，以及台湾在这次成功防疫当中的表现和对世界的贡献，整个世界都是有目共睹。人们看到了台湾的良善，也看到了中共的邪恶。兰树认为，现在整个世界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，都在远离中共。如果中共强行攻打台湾，到时候恐怕不只是美国要出手，很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和美国一起护卫台湾。那个时候，中共就是与整个世界为敌，就是他在自毁。看到这么一个笑话，跟大家也分享一下，说有一个男人整天在外面胡吃海喝，有钱就给外面结交的狐朋狗友，也不管父母儿女。孩子上不起学，家里断粮少油；父母看不起病，他不管不问；父母儿女劝导他，轻则遭到辱骂，重则拳打脚踢。他说不给外面那些狐朋狗友花钱，他就没法在道上混。现在他日子难挨了，那些狐朋狗友就落井下石，群起攻之了。这说的是谁呢？那好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公共区部分。在今天的会员区，我们会分享一位大陆朋友的来信，同时呢，也借助他的问题来说说中国大陆的疫情情况，看看大陆的疫情是不是过去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